约翰逊被赶下台，最难受的可能是泽连斯基，这是送给普京的神助攻。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在欧洲历史上，现任的英国首相约翰逊是一位被称为英国特朗普的奇葩。这位带领英国脱欧的保守派领导人，最终在任期不足3年之际被赶下台。约翰逊为什么会下台？直接的原因是内阁大规模的倒阁，与当年撒切尔夫人被迫下台时的情形非常相似。直接的导火索是唐宁街如何处理约翰逊的心腹保守党副党鞭克里斯评测的猥亵2名男子的事儿。其实约翰逊在英国的执政早已经是岌岌可危了，他的下台有内在的原因，也有外交上的原因，更主要的还是他挑战了英国政坛的政治正确。首先，此人内政不修，外交作秀。脱欧之后，约翰逊的理想就是将英国打造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英国，以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身份重振已经不太景气的英国经济。然而，英国现在是通胀高企，外部投资信心下降和各种产业链的断裂，经济几乎是陷入了衰退。特别是由俄乌冲突带来的能源价格的上涨，以及超过8%的通胀，让民生困苦日趋严峻，其民意支持也就每况愈下了。所谓的独立自主的外交，其实也没有独立到哪里去，它只能当美国的跟屁虫。第二，脱欧未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约翰逊上台就是因为脱欧问题，但是他所完成的脱欧谈判留下了一地的鸡毛。首先是和欧盟的贸易问题，如今英欧贸易在关税设置以及渔业资源的管控方面没有获得完满的解决。英国和法国在英吉利海峡中的捕鱼权以及渔货物的销售就有重大的纠纷。其次是北爱尔兰的地位问题，北爱尔兰是英国脱欧后的特区，实际上等于留在了欧盟内部，而英国政府最后为了避免北爱尔兰脱离英国远去，又通过了国内立法，撕毁了与欧盟关于北爱尔兰的协议。当然，最重要的是，英国的老百姓在脱欧之后想得很美好，现实是脱完之后呢，英国人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第三，英国社会不能容忍非主流价值观。美国有黑人国防部长、双性人的部长、多性人的将军，甚至不玩点第三性别就没有太好的晋升机会。但是英国现在是保守党执政，不管约翰逊在香港问题、乌克兰问题上如何当搅屎棍，但是英国保守党仍然无法容忍其政府要员一个男人猥亵另外2个男人的变态。所以英国不是美国，美国人现在玩的政治正确，在保守的英国人看来就是无法容忍的政治不正确。英国共有54名政府官员辞职，约翰逊也成为了英国历史上单日内阁成员辞职最多的首相。这充分证明局势已经到了民意不可为的地步了。拜登就约翰逊辞职一事发表了一份声明，全文仅88个字，而且声明中只字未提约翰逊本人。这充分证明美国的民主党与约翰逊政府并不那么对付。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也在推特上对约翰逊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写道：终于结束了一场不光彩的表演，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开始。为什么说最难受的可能是泽连斯基呢？因为约翰逊政府是西方国家中对乌克兰武器援助最积极的一个，甚至呢超过了拜登政府。约翰逊在推动俄乌冲突的问题上可以说是充分发扬了祖传的离岸制衡技能，
现在乌克兰认为英国才是最值得信赖的西方盟友。话说回来，约翰逊的下台又何尝不是英国民众对因为俄乌冲突所带来的高通胀的不满呢？蒋某人曾说了，攘外必须安内。约翰逊在国内问题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情况下，还一心想着在乌克兰问题上作秀，这本身就不大正常。另外，英国还面临着严重的分裂危机，不仅是苏格兰要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北爱尔兰在政党轮替之后也可能会离英国而去。所以别看约翰逊在外面咋咋呼呼，其实距离整个国家分崩离析也已经不远了。约翰逊政府现在已经变成了留守政府，如果乌克兰失去了英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对普京来说就是一个神助攻。俄乌冲突打到现在，俄军已经非常疲倦了，乌军也在用人命换时间和空间。欧洲大国早已经厌战，只有美国和英国放手，才有可能举行新的和平谈判。英国变天了，俄乌冲突结束的契机是不是就会到来呢？这值得我们期待一下。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